你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深夜，你們躺在同一張床上，蓋着同一床被子，外面的夜很靜，你們之間的距離不到10厘米，可你卻覺得你們之間隔着一整個太平洋。你轉過身去看着他的背影，或者他正盯着冷冰冰的手機屏幕。你們之間很久沒有真正的親密了，但誰也沒有開口打破沉默，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你害怕一旦開口，換來的會是對方的敷衍、冷漠，甚至是一場讓你自尊心掃地的爭吵。你好，我是阿素。在上一集裡，我陪大家拆解了愛情的科學面貌。我們知道了激情消退後，平淡卻踏實的伴侶之愛才是成熟關係的開始。但阿素在讀完那一章後，心裡其實一直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疑問。我相信這也是很多在婚姻和長期關係裡的人常常在深夜裡感到迷茫的地方。如果熱戀期的心跳沒有了，甚至連身體的吸引力都快要消失了，難道我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把它歸咎於感情成熟了，生活平淡了嗎？身體的疏離真的是無法避免的宿命嗎？今天阿素想陪你一起聊一個在我們的文化裡最難開口、最容易被外在標準扭曲，卻又最至關重要的核心話題。歡迎來到心理學神作親密關係第6章，性與親密關係這件事。我們很少認真談，性是親密關係裡最難開口談的話題之一，不是因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它太重要了，太私密了，太容易讓人感到脆弱，所以我們很少真正談它。我們可以和朋友聊感情問題，聊好幾個小時，但很少會認真地說我們在性這件事上出現了問題。但書裡告訴我們，性和親密關係之間的聯繫比我們以為的更深。它不只是一種生理需求，它是2個人之間情感連接的一部分，是信任和脆弱的表達，是關係健康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很多人以為性生活不和諧只是身體和技術的問題，但社會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研究卻撕開了這層羞恥的遮羞布，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真相：在成年人的世界裡，床上表現出來的冷漠、抗拒和敷衍，往往不是身體出了問題，而是你們的關係裡情感的疏離、溝通的障礙、權力的不平衡，正在通過身體在發出絕望的求救信號。如果你也正處在一段身體越來越遠、心越來越涼的感情迷茫期，這一集阿素陪你一起打破沉默，用科學的手術刀去解開那些我們不敢說出口的潛台詞。在聊性和親密關係的聯繫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很少有人想過的問題：你對性的態度是怎麼形成的？書裡告訴我們，我們對性的態度是由文化、家庭、個人經歷和媒體共同塑造的，而且這個塑造過程從我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文化的影響是最基礎的，不同的文化對性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禁忌的？我們從小在某種文化環境裡長大，那種文化對性的態度會在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深深地刻進我們的價值觀。家庭的影響同樣深刻。如果你成長在一個從不談論性的家庭裡，你可能會覺得性是羞恥的，需要隱藏的。如果你成長在一個對性持有開放態度的家庭裡，你可能會覺得這是一件可以正常討論的事。這些早期的經歷塑造了你現在在親密關係裡對性的態度。媒體的影響在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大。我們從影視劇、社交媒體、網絡內容裡接收到大量關於性的信息，但這些信息往往是失真的、誇大的，甚至是有害的。他們給我们制造了不切實際的期待，讓我們用一個虛構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真實的體驗。書裡說，我們對性的很多焦慮和困惑，不是來自我們自己的真實感受，而是來自外部對我們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錯誤期待。當你理解了這一點，你可能會對自己多一點寬容。你在性這件事上的某些困惑和不安，不是你的問題，
而是那些從外部強加給你的標準在起作用。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性態度的個體差異。書裡告訴我們，人們對性的態度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而這些差異會深刻影響一段關係的走向。研究者用了一個概念，叫做性慾取向，大致可以分為2種傾向。一種傾向是把性和情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性對他們來說是情感連接的一部分，需要在信任和親密的基礎上才能真正享受。另一種傾向是能夠更容易地把性和情感分開，性對他們來說可以是一種獨立的體驗，不一定需要深刻的情感聯繫。這2種傾向本身沒有高下之分，但當2個有不同傾向的人走進一段關係，如果沒有足夠的溝通和理解，就很容易產生衝突，一方覺得對方太隨意，另一方覺得對方太保守，而雙方真正的問題是從來沒有真正談過這件事。除此之外，研究還發現，人們對性的需求和慾望也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包括頻率的需求、偏好的方式、對新鮮感的渴望程度。這些差異在關係剛開始的時候往往不會成為問題，因為熱戀期的激情會掩蓋很多不一致。但隨着關係的深入，這些差異開始浮出水面，如果沒有被認真對待，就會成為關係裡反覆摩擦的來源。那麼，性行為與關係滿意度之間是如何互相影響的？書裡有一個研究發現，可能會讓很多人感到既熟悉又有點複雜，那就是性生活的滿意度和整體關係的滿意度有非常強的正相關。簡單說，關係好的時候，性生活往往也更好；性生活滿意的時候，整體關係的滿意度也會更高。但這裡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是好的關係帶來好的性生活，還是好的性生活帶來好的關係？書裡的答案是，2者是互相影響的。性生活不只是關係質量的結果，它本身也是關係質量的來源之一。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當一段關係裡的性生活開始出現問題，這可能是關係裡其他層面的問題在發出信號。情感的疏離、溝通的障礙、積累的委屈和憤怒。而當這些深層的問題被處理，性生活往往也會隨之改善。同時，主動的改善性生活，有時候也可以成為改善關係的入口，因為性是一種非常直接的親密連接。當2個人在這個層面重新找到連接，其他層面的距離往往也會隨之縮短。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改善性生活需要雙方真正的意願和安全感，而不是壓力和義務。任何在壓力和義務下發生的性，都無法真正帶來親密感，反而會加深2個人之間的疏離。聊到這裡，我們需要講一講性滿足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書裡對性滿足的研究有一個讓很多人意外的發現，那就是性滿足和性的頻率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強的相關性。也就是說，性生活更頻繁不一定等於更滿足。真正影響性滿足的是質量，而不是數量。那什麼決定了質量？研究發現，影響性滿足最重要的因素是溝通，能夠和伴侶開放地、誠實地談論性的需求和偏好的人，報告的性滿足程度遠遠高於那些從來不談這個話題的人。這聽起來很明顯，但在現實裡，很多人在性這件事上幾乎從來不和伴侶開口談，不是因為不想，而是因為不知道怎麼開口，或者害怕說出來會讓對方感到被批評，或者覺得這種事應該自然而然，不需要說。但自然而然的假設是很多關係裡性生活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我們假設對方應該知道我需要什麼，當他不知道，我們感到失望；當我們不知道，他也感到失望。2個人都失望，但誰都沒有開口。書裡說，在親密關係裡，關於性最重要的對話，往往是最難開始的那一個，但開始了，往往也是最值得的那一個。現在我們來聊一聊性脅迫，這是很多人不願意面對，但必須談的一個話題。書裡用了很清晰的語言來定義，
任何在對方沒有真正同意的情況下發生的性行為，都是性脅迫。同意必須是自願的、清醒的，可以隨時撤回的。研究數據顯示，性脅迫在親密關係裡的發生率遠比我們以為的更高，而且發生在親密關係內部的性脅迫，往往比陌生人之間的性脅迫更難被識別和承認，因為他是我的伴侶。這個事實讓很多人懷疑自己的感受，覺得也許這是正常的，也許是自己想多了。但書裡非常明確地指出，關係的存在不等於永久的性同意。在任何關係裡，每一次性行為都需要雙方真實的、當下的同意。如果你在關係裡曾經有過那種我不想，但又不知道怎麼拒絕的感覺，那種感覺是真實的，值得被認真對待。那不是你的問題，那是一個需要被認真處理的邊界問題。最後，我們來聊一聊現代社會對性的新挑戰。這本書的第8版加入了一些關於現代社會如何改變我們的性與親密關係的新內容。網絡色情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研究發現，長期大量接觸網絡色情內容會改變一個人對性的期待和感知，包括對外表的標準、對性行為方式的期待，甚至對伴侶的滿足程度。這些改變往往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但它們會真實地影響一段關係裡的性生活質量。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更沉浸式的性體驗，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當虛擬體驗可以提供高度刺激卻沒有任何真實關係的複雜性，一些人開始在虛擬世界裡尋求滿足，而回避真實關係裡的親密和脆弱。社交媒體對性的影響則更多體現在自我形象和身體滿意度上。當我們每天看到大量經過濾鏡和修圖處理的完美身體，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滿意度會下降，而身體滿意度和性生活滿意度有着密切的關聯。這些都是我們這一代人特有的挑戰。了解它們，不是為了讓我們對現代社會感到悲觀，而是為了讓我們對這些影響保持清醒。在它們悄悄改變我們的認知之前，先看見它們。我們來看一個很多伴侶都會有共鳴的故事。小林和阿成在一起6年了，結婚3年，他們的關係總體來說是好的。但有一件事，小林已經放在心裡很久了，那就是他們的性生活越來越少，越來越流於形式。小林感到一種說不清楚的疏離，但他從來沒有開口說過這件事，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他不知道怎麼開口。他擔心說了之後，阿成會覺得他要求太多，或者覺得他在批評他，於是他選擇沉默，告訴自己也許這是正常的，也許所有的長期關係都是這樣。阿成其實也感覺到了，他感到兩個人之間有一種疏離，但他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也不知道怎麼開口，於是他也選擇沉默。兩個人就這樣在同一張床上保持着越來越大的距離。有一天，小林讀到了一篇關於親密關係的文章，然後鼓起勇氣找了一個兩個人都平靜的時候，說：我最近在想，我們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真正親近過了，我有點想念那種感覺。他沒有指責，沒有批評，只是說了自己的感受和渴望。阿成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也是，我以為只有我這樣覺得。那是他們很久以來第一次真正談到這件事，那次對話成了他們關係裡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很多關係裡的性問題不是無法解決的，而是從來沒有被開口談過，而開口往往比我們想象的更難，但也比我們想象的更值得。回到我們開頭說的，性是親密關係裡最難開口談的話題之一，但阿素想告訴你，它也是最值得去談的話題之一，因為它從來都不只是關於身體的摩擦和多巴胺的釋放，它關乎兩個人之間最深層的信任，關乎我們在伴侶面前最赤裸、最脆弱的時刻，是否能真正被對方看見和溫柔接納，關乎我們在這段關係裡是否感到真正的親密。
當我們能夠在這個話題上開口，當我們能夠告訴對方我們真正的需求和感受，我們就在做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我們在邀請對方進入我們最脆弱的地方，相信他會溫柔地對待他。而這種信任，正是親密關係最核心的東西。當小林鼓起勇氣對阿成說出那句“我有點想念那種感覺”的時候，他交出的不是索要性的權利，而是交出了自己最真實的脆弱。而阿成的那句“我也是”，則是對這份脆弱最深情的托舉。所以，下一次當你想逃避、想沉默的時候，不妨試着把阿素的這一集視頻轉發給他，或者找一個平靜的午後，試着卸下防禦，去聊聊彼此最真實的需求。打破沉默，才是讓一段關係死而復生的開始。這一章，我們認真地談了性與親密關係。我們的性態度從哪裡來？性滿足真正需要的是什麼？現代社會帶來的新挑戰，以及那個最重要卻最難開口的話題：如何在關係裡談性？當一段關係裡性的部分出現了問題，通常不只是性這件事本身的問題，而是關係裡更深層的東西，情感的疏離、溝通的障礙、權力的不平衡，再通過這個方式表達出來。性是親密關係裡美好的一部分，但它也可以成為關係裡最深的裂縫來源。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打破沉默，真正的和對方談。然而，親密關係裡的修行永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殘酷。親密關係裡不只有美好和連接，還有那些讓人心痛的部分。當我們在這一章拼盡全力打破沉默，建立連接時，卻往往防不住人性裡最陰暗、最鋒利的那些飛刀，那些在信任的廢墟上開出的惡之花，妒忌、欺騙與不可原諒的背叛。當那個你交出了全部脆弱的人，在背後給了你最深的一刀，這段關係究竟該決絕地走向毀滅，還是該痛苦地選擇重建？下一集，阿素帶你進入全書最窒息，也最能讓人看清人性的一章：妒忌、欺騙與背叛。關係裡最深的傷，那是對一段關係最內核的終極考驗。我是阿素，陪你慢慢變得更清醒、更強大。我們下一集見。